离婚有关的对话。离婚是属于大的 legal 这个 topic 下面的一个小的话题，而这篇对话呢，主要是讲一位女士去向她的律师咨询离婚相关的事情。全篇你有一次 repeat 的机会，你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一段你没有听清的地方，要求重复，我会帮你重复。然后在每翻译完一段的时候，我会暂停，然后并且帮你讲解这一段你翻译完的问题。我们现在开始。Now, Jen, further to our conversation over the phone, I have to ask you a few things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affidavit for the family court. Your husband's solicitor has already provided his affidavit, so I've got that here.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look at it? I'll get the interpreter to translate it for you. 现在呢，姐，根据我们之前在电话上交谈的内容，现在我需要问你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关于我们要递交给家庭法院的材料的。你的丈夫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材料，现在呢，他们在我的手上，你需要现在看一下它，我会让翻译员为您进行翻译。好的，这一段首先他开头说的是 further to your conversation， 对吧？而你说的是根据，如果是根据的话，我们一般说 according to 或者 based on。further to 就是说基于我们这个谈话的基础之上，它有一个更上一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原来有一本什么基础，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又怎么样。然后再一个，in connection with your affidavit， 这是一个法律专业的术语，我们一般就说它是宣誓书。具体的讲解呢，回头我会给你一个关于 legal 相关的一个比较专业词语的那个词汇。然后你去看一下，我们这里不细讲。然后 your husband's solicitor 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落掉了。是律师。对，他是律师的意思。你刚刚把这个词给漏掉了，这也是会扣分的。然后provided his affidavit， 这是我刚刚说的，他已经提交了他的宣誓书。但是你刚刚很好的、很圆滑的知道用一个词材料这个词把它给替代过去，不然的话这个地方你很容易卡住的，因为这个词你不熟悉嘛。Would you like to？ 它其实有一个询问的意思，你想不想要看一下？它有一个这个意思，就是带点疑问的意思在里面，刚刚没有体现出来。然后 side translate 也是翻译里面一个比较专业的一种翻译方法，就是示意，就是这个口译员他一边看着你这一篇文章，一边跟你翻译它的意思，所以不是说我们那种书面上的那种 translate， 就是很标准化的，每一句话都写得很标准的那种，它这个只是一篇示意的过程，好吧？所以这个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大体意思都出来，只是个别的遗漏的小问题。我们看第二句。对不起，我对这件事情感到特别的生气。我觉得这些都是谎言，都是扭曲事实真相的。他怎么能说这些呢？他觉得我很蠢吗？或者他觉得法庭上的人都很蠢吗 ？Sorry, I feel very angry on this. These are all lies. Those are not true totally. How could he say all this? Does he think I am stupid? Or he think everyone on the court are all stupid? 好，这一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特别的生气，我们一般说 be angry about something， 不是说 on something。然后I think these are all lie。你既然已经用 are 了 ，lie 本身它是可数，对吧？所以你应该是 lies。这些都是扭曲真相的。你选择用 totally 可以，但是 totally 会放在句子中间比较好一点，不要把它放在这句话我感觉说完了，然后又加了一个 totally， 因为你当时突然想起来了。但是想起来总比没想起来的好。然后你后面说他觉得法庭上的人都很蠢嘛？法庭上的人，你既然已经用了 everyone， 后面就应该是主谓一致，对吧？就是 is， 或者你要说 people on the court are all stupid 也可以。但是因为你说的是 everyone 嘛，所以一定要注意主谓一致这个语法现象。好，我们开始下一句。Well, that gives us a job to do. What in particular do you take issue with? 是这样啊，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了。你到底哪里不太赞同呢？
Give us a job to do， 就算一个比较当地人比较常用的说法吧，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有活干了，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工作去做嘛，那我们一般就来说我们有活干了。然后 What in particular do you take issue with？ Take issue with， 它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固定的词组，我们就说不同意或者对什么什么有争论。所以这句话你就可以说成，那你到底是对什么特别的不同意呢 ？In particular 就是一个副词的词组放在中间，表示一个特别的，对吧？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其实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收入的问题。他说他是家庭里的唯一收入来源，说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事实上，这是因为他是要甩掉我，这全是借口。他说这全是我的错，说我花光了他所有的钱。Actually, it is all about the money. He said he's the only one who earns the money for the family. I didn't have any contribution to the family. Actually, those are because he wants to leave me. Those are all excuses. And he said it's all my fault. And he said it is all my fault, and I have spent out all his money. 这一句嘛，首先第一句其实最主要的事情是关于收入的问题。最主要的事情你忘记了，对吧？就是可能信息没记全，信息量有点大，应该是。然后关于收入你说 money 也可以，但其实更准确的是不是 income 更准一点，对吧？所以这句话完整来说是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bout income。然后它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你要说你那个说法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们说的更准一点，有一个专门的词组叫 breadwinner， 所以我们这句话就是说 he was the only breadwinner of the family。bread 就是面包 ，winner 就是迎来，因为家里迎来面包就是赚钱收入来源嘛。然后这是因为他想甩掉我，that's all because he wants to dump me， 就是我们这边 local 一个很常用的说法，就是甩掉了，我们就说 dump。然后 all excuses 后面知道记得把 s 加上很好。all my faults and I have spent all of his money， all his money 都可以，这没有太大问题，好吧？我们看下一句。Okay, can you be a bit more specific? What exactly was your financial contribution? 好的，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您对家里的主要的经济方面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很好。这一句呢，其实也没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只是你自己又选择添加了一点地方。What exactly was your financial contribution？ 人家没有说 mainly 这个词，没有说主要的，而你自己把主要的添上去了。Exactly 翻译成到底没错，我们一般就这么说。但是你自己添了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添东西对会扣分，会扣分，一定会的，因为你属于记录信息不准确。你这次加了一个副词，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也知道法律上是很较字的，所以对比较容易他不会允许你添太多的东西。我们再看下一句。我在他父亲的餐厅打工，我是一个收银员。我们是在2005年结婚的，但是呢，在2004年早期我们就开始约会了。I worked in his father's restaurant. I was a cashier. We got married in 2005, but we started to date each other in the beginning of 2004. 这一段呢，它其实是一个时态的问题，其实要求的比较严，因为他说我在他父亲的餐厅打工，我已经开始回忆过去的事情了，对吧？它其实相当于在陈述过去的一个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而一般在讲一个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用过去进行时表示一种代入感，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一般就说 I was working in his father's restaurant。然后还有，我们是05年结婚的，05年在现在来看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了，对吧？
然后他又说呢，在2004年早期我们就已经开始约会了，因为它基于已经有上下文了，所以这个2004年是相当于发生在过去的过去，所以过去的过去时态上我们一般用的是过去完成时。而你既然用了过去完成时，后面这个就不再用 in the beginning， 而我们说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4。所以这句话完整来说是 I was working in his father's restaurant. I was a cashier. We got married in 2005. However, we had started dat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4. 所以主要就是一个时态的问题。下一句。当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家庭，然后他爸爸就说我可以在他的餐馆打工。我当时丝毫都没有犹豫，毕竟当时我们是深深的相爱的。When we decided to get married, he introduced me to his family, and his father said I could work in his restaurant. I agreed at the first time, because at that time we love each other. 这一句，他通篇里面在讲话的时候，他有的这种停顿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也把它翻译出来，就一个 well 或者是一个都可以。这样的话，就是尽量我们是要，毕竟是翻译嘛，你要如实的把我们服务的那个顾客的信息完全的反映出来。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我当时丝毫都没有犹豫，你说的是 agreed， 是就汉语上面我们来看是一个意思，但是呢英语上来说我们犹豫其实有一个专门的词母就是 hesitate， 对吧？所以我这句话我应该说的是 I did not hesitate at all at that time。毕竟我们当时深深相爱的，深深的没了。对，或者我们可以说 we were deep in love at that moment， 也可以 at that time。We were in deep love 也可以。然后我们看下一句。Sure, that's understandable. So, how long did you work for them? 好的，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你为他们工作了多久呢？很好。这一段呢，就是 sure 当时你说的是好的，它其实是对上文的一个表示一个可以理解。看人家说下一句说 that's understandable， 所以前面这个时候最好翻译成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当然的，然后 so 翻译成那么没有问题。前后文来说，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译为所以，那么也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从2004年的中旬一直到2015年的10月份。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月份呢，是因为那个月我有过一次流产。我必须提到，我没有任何在那里工作的证明。From the middle of 2004 to the October of 2005, I could remember this date. Is because on that month I had a miscarriage. I have to say that I haven't got any proof about this. 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从第二句开始，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月份呢 ，I could remember this is because 你前面已经说的是 could， 然后后面又说了 is， 是不是前后主句和从句的时态又不统一？而且你其实虽然你说了 because， 但并不是最理想的那个之所以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说之所以的话，会选择用一个跟 reason 有关的一个定语从句或者是同位语从句。我们就说 the reason why I remember that month was that I had a miscarriage in that month。没错，流产就是 miscarriage， 这是一个可能是意外的那种。但如果你说是人为的那种流产的话，堕胎我们一般说 abortion， 对吧？所以这个词用的也没有错。主要就是 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后面是 is that， 这是一个就是跟 reason 我们常用的一个句式。这个句式最好记一下。然后就是工作证明这个东西，你说 proof of that。如果说我们没有接触过的话，在第一次翻译的话，翻译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你在
比方说在 immigration 啊，或者是social welfare 的那些网站上，你都能看到，它其实一般说的是 certificate of employment。certificate 就是证书的那个 certificate，employment 就是雇佣，所以我们一般说的工作证明呢，说的是 certificate of employment。好，看下一句。这些都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啊之类的，因为当时我毕竟是家庭的成员之一。This doesn't have any official documents to prove because I was still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at that time. 很好。这些都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的。虽然我们说的也是有，一般会想到 have， 但问题是，一般我们说人是 have， 对吧？当你说物 have 的时候，或者是在的时候，或者有，我们一般更习惯的就是用 there be 句型。所以这句话最理想的是 There wasn't any official document for all this。所以 there be 这个句型你记得用，不要一听到有或者一听说在，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变成了 have， 但你要看它的主语是人还是物，好吧？然后，因为当时我毕竟是家里的家庭成员之一，因为翻译出来了，但是毕竟没有翻译出来，毕竟就是 after all。I was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因为前面是 one 嘛，所以 members 后面肯定是 s， 这里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一句也翻译得不错。我们继续往下看。So you don't have any group certificates? Did you file a tax return? What about other employees? If it came to a situation where we had to prove that you actually worked there, is there anyone who could provide that proof, like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那么你有没有其他证明材料呢？你有退过税吗？那其他的员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去证明你是实际上在那里工作过的。有没有人可以为你提供相应的证明呢？好，我们再看这一句，几个专业的词，这个第一次见到没翻译出来也是正常的，但是就像你翻译的，要记得用一个材料或者用一个资料之类的把它给带过去，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千万不要停在那边。然后 you don't have any group certificates，group 就是组的意思 ，certificates 就是证书，而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呢，我一般说它是收入证明的意思。然后 did you file your tax return？File 这里面是一个动词，不再是名词文件的意思，而是动词。我们一般这里面就说它是申请退税嘛，所以 file your tax return， 我们这个 file 我们说的是申请的意思。就是说退过税是不太怎么讲，不太具体，不太。对，就是毕竟人家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动词，而且是一个实义动词放在那儿，你不能就把它就是模糊的给带过去了。If it came to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to prove that， 这就是一个 situation 的一个状语从句，对吧？就是当你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后面又给你描述了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得不证明你当时确实在那里工作过。然后这个 situation if it came to a situation， 我们这里面翻译成一旦有问题发生。就是一个根据上下文比较常来的一种翻译，一旦上下文，一旦有问题发生。然后最后一个词就是 proof like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这个 like 就是一个 such as 或 for example 一样的意思，对吧？然后 statutory declaration 呢，就跟刚才我们那个 affidavit 其实是一样的，它就是属于一个专业的法律上的名词，我们一般说它是法律声明书。这个专业名词的解释呢，回头我也会给一个相应的资料，让你尽量去了解一下它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好吗？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你说什么？What did you say？ 很好。A statutory declaration. It's when a person makes a declaration that he or she believes certain facts to be true and has the statement witnessed before an authorized person who is usually a justice of the peace. 法定的声明书就是一个人，
做了一份声明，是他相信某种特定的事实是真实的，并且呢，要将这个声明要在相应人士的见证之下，这些人通常叫做不知道。好，我们先看这一句啊，从头开始看。没有太大的问题，该翻译的从句也都翻译出来了。It's when a person makes a declaration that 这个 that 后面就是 declaration 的同位语从句，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声明，然后声明就是后面这句话，然后后面这句话就是对声明的解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同位语从句。He or she believes certain facts to be true。他们或者他或者男他或者女他嘛，认为某些事实 certain 我们一般说某些，或者你说特定的其实也可以，但我们这边就说某些事实是真的，是真实的。And has this statement witnessed before authorized person? Has something done？ 就是这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对吧？表示被动。我们比方说 have my teeth extracted， 我去拔牙，或者 have my hair cut， 就是我去剪头发嘛，所以它是一个固定的被动态的表达方式。然后 before authorized person 就是它是我们通常 authorize 不是你授权吗 ？authoriz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呀，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说是经授权人士 ，who is usually the justice of the peace。Who 的话就是前面这个的定语从句，或者你要说同位语从句也可以，因为我就是对前面的一个解释嘛，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总挂在嘴上那个太平绅士。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就是太平绅士，这个词碰到了记一下就可以了，好吧？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So that means that if they knowingly make a false declaration, they are effectively guilty of perjury, which is quite a serious offence. 所以他们如果是去做假的声明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犯了一种罪，这是非常严重的。很好，也是几个稍微比较严谨的地方。That means 落掉了，所以人家是对前面的一句解释，你就要说，也就是说，或者这就意味着 ，if they knowingly make a false declaration，knowingly 这里面这个副词落掉了，就是说他们明知故犯的意思，就是他们故意的。然后 they are effectively guilty of perjury。Guilty of perjury 呢，我们这里面就说它是伪证罪，因为你明知道它是错的，但你还要这么说，在法庭上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属于做伪证嘛，所以我们就说它是 perjury 是 P-E-R-G-U-R-Y， 就是我们说他犯了伪证罪 ，it's quite serious offence， 很严重的，后面有个罪，你这个罪刚刚落掉了，所以只要他说了，你最好汉语里也给它表现出来，好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那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很小的家庭餐馆，并且呢，现在已经不再做生意了。原来有一些厨工在后厨帮忙的，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在打黑工的，现在已经被遣返了。I see. This is a very small family restaurant, and the business is not running anymore. There were some kitchen hands working in the kitchen before. One of them was working illegally at that time. Now he has left already. 一个很小的餐馆 a very small family family restaurant 也可以，因为它是前面提到了它是一个家庭餐馆，对吧？然后不再